个客厅的部分，然后希望稍微有遮挡到一些隐私的感觉。非常顺的，然后这边就可以进入4人。设计了大比例的收纳，因为那时候有要求要很多的衣柜这样。Hello， 我是 Cash， 我是 Lily， 欢迎来到本期的梦想新家。那我们今天来拜访板桥的 Angela， 那我们就来敲敲门喽。门扇开启。Hello， 我们今天来到板桥 Angela 家，那这里是3房2厅1卫的格局。那我们从客变开始，然后有做一些调整，然后到交屋的时候也有我们在做了一些格局上面的调整。那在风格上呢，他其实比较喜欢现代简单一点，但是他喜欢的有一些金色跟粉红色的元素，然后就是我们这次的设计重点喽。还有超多收纳，也是重点。好，玄关区进来的时候呢，其实它因为本来它一进来就可以只是看到厨房区。这个房子它就是比较偏向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全部的空间，然后也可以直接看到厨房。所以那时候我跟设计师说，就是希望还是可以设计出一个玄关的空间，然后稍微让里面的生活是有点区隔，然后有一点点隐私性这样。然后也要求说要一个很大的鞋柜，就是整体做一个连接这样。好，所以我们后来在玄关区的部分，除了地坪的部分做了一个不同材质的区隔之外，前面我们的正前方我们用个铁件做了一个隔屏，再加上毛玻璃，让它有一个透视感、透光，可是又不要能够直接看到里面的人在做什么。那这个部分我们转角我们做了一个圆弧的造型，让进来的端景区有一点点变化。那同时我们也用了特殊漆，跟沙发椅背墙一样的特殊漆去做一个两边空间的一个呼应。那打上一个小小的漂亮的灯的时候，回到家里会有一个回家的那种温润的感觉。而且它最后这个玄关区的这个斜角的设计啊，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美丽，然后让室内室外就是有一个区隔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柜子，可能在出门的时候可以从这边拿一些就是需要出门用的东西。通常一回家就可以把你的钥匙放在这一个区块这样子，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所以在这一个区块，我们特别用不同的颜色去做了一个跳色，然后让这个区块是有点像端景的效果。那你可以摆一些有趣的一些小摆设啊，这样子。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很漂亮，因为是公司的系统版，对，完全符合我想要的玫瑰色，美美的粉的，然后又不会太夸张。粉带灰色的粉，感觉很有质感。好，天花板间照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个全室的一个圆弧形。那在这3个角是做一个小 R， 那入口处呢，呼应我们玄关的一个区隔，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大的 R 角在上面。所以在室内平常如果不开主灯的话，开接见照明的话，会有一个很强的氛围感。那如果需要再加强的话，我们还有茶几上的正上方的一个主灯，然后跟4边的一个小灯，去让它空间里面需要更多的照明的时候可以再增加，所以灯光的使用的场景的变化性有更多。好，从玄关进来之后，我们左边这一侧是整个落地的高柜是一个收纳柜，那可以拿来放鞋柜，然后多的部分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个收纳。所以那重点是这个Angela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选了这个亮晶晶的把手，晶晶的把手。那时候要求设计师每一个5金把手都要是金色的，所以全全支有很多 bling bling 的把手，对，好漂亮。然后往里面看的话，做了2大柜，做了2大柜。
好，这个是+1的多功能房。那进来的时候就是从玄关一直延伸进来一整面，我们整面做成是收纳柜。那进来到+1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做成开放的收纳柜，可以让它摆一些目前像这样的一些小饰品。然后当初也有讲到希望有卧榻的功能，所以我们也把卧榻加进来。那这个卧榻是一个收纳的卧榻，它下面放了很多 Angela 的宝物。有放了哪些东西？对，因为其实我之前在租房子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包括爬山啊、滑雪跟水肺潜水，都是有自己的装备。当时所有装备都是放在地上的，所以我跟设计师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地方收纳。然后加上我自己蛮喜欢这种卧榻的感觉，就是这边有一个宁静的小空间，可以看点书，就一些 me time 这样，所以就把它做一个结合这样。那底下的话都是放潜水的，像是蛙鞋啊，还有一些就是背心的装备，还有一些滑雪的衣服这样。雪板比较长，通常大概在1.4米到1.6米左右，所以它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收纳。然后刚好卧榻就符合这样的一个功能，它的长度非常长，所以可以把整片的雪板都收进去里面。我基本上冬天的话就是会以滑雪为主，夏天的话就会以潜水为主。那刚刚大家都有看到所有的装备就在上面摆满满的，其实我们还稍微清了一点东西出来，所以里面的收纳空间真的非常多这样。然后潜水的装备大部分都在下面，那滑雪的话我就是会拿一点东西，比如说这是我的安全帽这样，然后就放在这边当一个装饰。对，那这边整个动线我觉得就是非常舒服，这样还可以有一个自己独立办公的空间。其实我朋友都还蛮羡慕的，因为我们就是工作时程算长一点点，所以大家对于工作空间的需求非常大，是真的蛮感谢设计师，就是可以帮我把这个空间独立出来。进到客厅的时候呢，本来客厅空间比较特殊的是，它本来没有中岛，那我们想要把它中岛加进去之后，所以我们后来做了哪些调整？对，这边真的就是跟设计师讨论了很久。那最主要原因是我想要保留这个空间作为我就是独立的一个书房。那原本其实次卧它的门是在左侧，那因为我们这边想要加一个厨房中岛，那次卧的门就必须开在右侧。然后这时候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又想要一个就是真的是正常的客厅的空间，可是现在沙发的背墙对到了次卧的门，那没有办法正对电视。那这边我觉得设计师的设计，我后来真的是非常满意，就是做了一个我觉得是还蛮新的，就是作品这样。它其实是一个拉门，对，就是他平常看电视的时候是在这一侧。那我刚刚有提到，其实沙发对的其实是次卧的门嘛，那次卧的门呢，它就变成在拉门里面。好，由于客厅沙发背墙的天鹅绒特殊漆，那我们其实在电视墙的部分，我们用了另外一种的特殊漆。Angela 为什么会选这个？因为其实我就是什么都想要，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就是石材，然后大理石纹，就是这样的花色这样。可是其实这么小的坪数，其实再去装一个大理石板，也就是不是很切实际。加上现在其实也都偏贵，所以后来就是设计师有提出，现在有新的做法，其实越来越多人用大理石的这种彩绘这样。然后颜色方面的话，我们就是稍微做除了灰调之外，希望可以再带金色，那跟我们的这个金条还有全饰的金色点缀有一个一致性这样。那这几个金属条的修饰呢，我们在电视墙跟沙发背墙都做了一些，去让它前后呼应。那同时我们也加入了 Angela 最喜欢的元素粉红色，就是我平常打拳击的手套，这样就刚好放在这边做一个展示。粉红色的手套很厉害。然后有一个收集这个玫瑰石的爱好，然后就放一些小的在这边也做一个装饰。好，那我们本来就是因为考虑到希望能够放下扫地机器人，那可是它的柜体的深度其实是不太够把整个扫地机器人塞进去，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把它的家放在里面，然后露出一小段在外面的。后来画完这一片，我觉得非常惊艳诶。现在
画的技术真的对，可以，它现在的特殊漆可以真的很拟真，真的石材的纹路做得非常，而且你想要混什么颜色，它都可以把它加进去。那就是这一场的有呼应它的金色，我们加了有一点点金色在里面，所以它的石材纹路其实是非常拟真的。然后我们现在推开这个电视墙，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次卧的门板也是跟色这样，它是一个隐藏门。次卧里面的话，我们其实没有太多，因为尽可能让它保有空间的使用，所以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收纳衣柜，在次卧里面。那我们还一样，这一次的手把呢，一样是用金色的，可是这个手把就跟其他空间的手把不一样，对不对？就偏比较复古感一点。复古感。这间是保留给我爸妈的房间。然后下面是用小的小把手，做一个比较偏就是美式的分隔这样，然后有2个小抽屉，一个做起来收纳的空间其实非常大。多。对。吧台这边就是设计师帮我设计了一个橱柜，那它蛮特别的是它下半部因为连接客厅嘛，它这边拨了一个空间作为电器柜，我觉得就是整个搭配的很好，然后也蛮好用的。电器柜这边我们做了一个隔栅，那顺便可以让它有通风，还有一个造型。然后这边打开，里面就可以放一些可以接电视的一些小电器。那么同时在中岛的正下方，我们当初为了这个饰板，我们讨论了好一阵子，就是到底是想要比较宽一点的宽版的，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平整的，或者是希望它是重复性的。那最后我们其实是建议它选这种大小不同的波浪，看起来它的造型会比较活泼一点。那效果我觉得蛮好的。效果超好，就是因为我原本很考虑怕会太可爱这样，我们那天聊了很久，对，整个板子都在堆在桌上，结果现在跟栅栏整个搭配的，我觉得很完美。好，配上这个美美的粉红色的梅加金色的椅子，然后中岛进来的部分，内侧我们其实在增加了一些。备餐台的部分了，所以虽然除了中岛可以放之外，考虑到在做菜的时候，原本建商配的这个备餐台区域可能不是那么的够，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伸缩的一个备餐台，再可以放一些小东西，放一些菜啊，这样增加它中岛的一个宽度，然后不用的时候也可以去做一个收纳。然后这边下面可以放一些小电器，然后有抽屉。然后特别为了在它的果汁机 Power Blender，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比较高一点的一个拉盘，专门给这个电器去做使用。那上面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个有点点复古的左右的推拉门的设计，去放它的橱柜。那当然同时也兼具了一些展示的功能。那中间这一段我们就有镂空，可以放一些他喜欢的小饰品。那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放一些餐具啊。旁边我们这边也是加了一个插座，吃火锅的时候很好用。那琉璃台这一块，其实原本建商付的是只有到这边。那我觉得最后整个完成之后，我觉得设计师帮我多设计这个延伸出来这一柜。真的是太好用了，我觉得不管是在视觉上或是收纳上，其实整个都是大加分。那整个延伸过来，包括石板的这个台面，都是完全是延伸过去的这样。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主卧室，主卧这边就是一样设计了大比例的收纳，因为那时候有要求要很多的衣柜这样，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一侧。整个墙面，然后包括到整个延伸过来一个 L 型，全部都是衣橱。整个衣橱延伸到床边这边，就设计了一个床头柜，然后它结合就是有一点点小书桌的功能。这样，如果说有一些额外的需要使用桌子，
或是阅读啊或写字的需求的话，其实就可以在这边做使用。那它也同时保有就是可以收纳一些平常我们床头啊或是床侧要使用的一些东西，就会放在这个收纳里面。然后这边也有在做一些小小的这个收纳，就放我一些备用的化妆品这样，所以收纳真的超多。好，那 Angela 你现在住进来多久了？现在是2周，住2周，那觉得就是其实真的没有什么觉得需要挑剔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超满意。然后这个空间其实就是蛮舒服的，不管是视觉上，然后还有就是空间的大小都还蛮刚好的。对，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所有的功能性都分开，包括客厅是客厅，然后书房是书房，那所以我觉得我在每个空间其实都可以很专心的做放松啊，或是上班的功能，其实都可以很专心的做那件事情。在这样的坪数里面，兼具了沙发，然后我们有中岛的吧台，然后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多功能书房，然后还有加卧榻，所以它在使用上其实是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所以即便如果有疫情是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不会说就是局限在一个空间里面，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变换。朋友来家里应该还不错。对，其实现在所有的朋友来都是完全惊呼从头到尾这样，然后每一个细节他们都觉得就是也是设计的很好，这样很值得。容纳蛮多的。对，然后因为像刚刚有介绍那个就是因为桌子对中岛桌子打开这样，就是可以所有人都可以坐进去这样。因为我像我爸妈的亲戚也有来看过，然后包括各自的小孩的话，可能有到10个到12个左右。哦，那不错。可以坐在沙发，对，可以坐在沙发，可以坐在中岛上，都可以这样。对于使用上面，那住进来2个礼拜之后，你会推荐我们其他的买房子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设计？你觉得很推荐它？如果真的要选一个最推荐的地方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厨房还有中岛这个空间，其实规划得非常好。那包括刚刚有提到延伸出去的那一柜，那因为我有一些家里是开放式厨房，也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刚买房子的朋友这样，那他们是开放式厨房，他们觉得就是没有到这么好用，然后又想要再找其他的看是不是整间是有封闭式厨房的这种房型这样，可是他来看了我们家之后，他们觉得其实中岛做成这样非常好用，然后其实厨房的空间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很够用很大了。那包括设计师帮我延伸出去的那一柜，对于收纳，然后对于做菜，其实这个空间增大很多这样，所以这个空间其实非常舒服，而且我们坐在这边聊天的话，朋友来坐在这边聊天也很舒服。对，所以开放式厨房其实它有很多的功能，它可以有电器柜，可以有中岛吧台，然后延伸的吧台当备餐台什么的都可以很好的使用，尤其是这样子双排的，就是一个很棒的安排。那下次可以考虑看看哦。好，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麻烦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好，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其实厨房空间，我觉得真的是异常的大，对不对？对，就是做好一般这个大小，你去其他那种30平，不见得很难想象，因为我朋友他也觉得就是你这样的厨房就很舒服，然后因为他们家开放式，他也觉得不好用，就可以开。我觉得最惊讶的就是每一个空间，虽然不是像以往那种大房子一样的大，可是每个空间都一样，就是大小跟尺寸都很舒服。对，要不然你生活起来不舒适，你花再少的钱，我觉得都好。对，没错。然后你买一个房子就生活起来不舒适。对呀，为了就是想要没有那么多预算，想要省钱，然后可是你先住其实并不舒服。对，那它就会失去那个有家的意义。找泽玉公司设计就对喽。